如何成为知识型 YouTuber？ 第11.1集，影片系列。谢朝中作。影片或电视系列远早于视频播放清单存在，它们有什么相似之处？让我们看看吧。影片系列的优点： 1. 目标受众会记住您； 2. 影片系列更容易被找到； 3. 社群媒体偏爱那些定期制作影片内容的人； 4. 学习。1. 目标受众会记住您。影片系列的一大优点是您的听众会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。如果您创作了有趣的内容并暗示您将很快再做，您会为该系列的每个新视频带来新的期望。这意味着您的系列和品牌将在视频之间出现。2. 影片系列更容易被找到。与单个视频相比，目标受众将更容易找到影片系列。这是因为系列包含更多最重要的独特限定词，线上搜索引擎用以建立索引并彼此连接。因此，您在系列中创作的视频越多，谈论您的视频和事业的可能性更大，而人们也希望与之建立联系。3. 社群媒体偏爱那些定期制作影片内容的人。社群媒体平台 Facebook、YouTube 和 LinkedIn 在一个单独档案夹中收集有关每个用户的信息，也应用到其演算法。演算法使用此信息来决定何时以及向谁显示内容。所有这些平台都喜欢视频，而定期制作的内容在例如 YouTube 搜索中显示时受到青睐。改善视频共享是平台最具竞争力的因素之一，并能最有效地覆盖目标受众。当目标是通过网站来创造转化时，事实证明，分享视频是在 Facebook 上广告最经济有效的方式。4. 学习。定期做某事能引导学习。在社交媒体中，持续学习是巨量的。您会收到系列中每个视频的反馈和数据，您可以使用它来选择下一个视频的主题并进行制作。学习和智力成长将激励您的团队继续前进，而这反过来将帮助您的事业达到潮流的顶峰。教育影片系列。有效的教学始终以学习者为中心，因此您必须始终将重点放在听众的需求上，他们将永远有一个学习目标。另外，他们总是想了解这些信息，并很有可能想要继续学习他们已学到的东西，否则他们只会观看并读视频。您将根据学习者的需求来决定教育影片系列，以及他们已经知道的，看清楚他们在观看之前看不到的东西后会做什么。这将有很大的不同。从通过测试到成为更有效率的销售人员，这无所不包。您应该在网络上给学生作业，并要提出题目让学生做线上讨论。如何制作成功的教育影片系列？ 1. 呈现课程重点。 2. 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。 3. 将课程计划应用于系列。 4. 不断增加补充资料。 1. 呈现课程重点。这就是人们阅读和或查看的原因。他们总是想知道自己会得到些什么，以换取他们的时间。他们需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告诉他们一些东西。例如，我们总是在一节的开头提供摘要。
2. 提供必要的背景信息。我们的主题充实了，帮助人们看到更广阔的前景，并继续为他们服务。例如，我们会为教材提供 wiki、历史、观念、方法等背景资料。3. 将课程计划应用于系列。在一系列课程中，您还必须基于先前的内容，然后朝着未来视频中的方向发展。这将取决于您的观众的知识水平及他们的目标。要以易于管理的区块形式提供信息，因为很少有人可以一次处理大量数据。就每个子主题而言，就像做独立的影片一样，因而您不会跳过成功教学的基本要素。您应该在每部新视频中都纳入以往课程的信息。您是在做一门课程，而不只是一堆关于同一主题的视频。为自己和观众创建播放清单，并决定首先要发生的事，其次要发生的事，最后要发生的事。4. 不断增加补充资料。在开设课程时，只提供主要架构的内容，然后逐渐加入结构性的补充资料。例如，我们一直在增编本系列视频，要使它成为最完整的教学材料及活动。在本集中讨论了影片系列并注重于教育系列之后，我们将在下一集中讨论其他类型的影片系列。